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更新结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。原本的公告说我们的转盘之后会推出转券，但更新的时候我们的转盘已经推出到一半了，所以就没有推出。不过其实我们可以在官方的影片中看到转券是长什么样子的。如果是宝石购买的上限，每一天可以购买60个，并且一张转券跟5张转券的价格是一样的。至于下面推出的新的礼包，就是可以直接用购买的方式去购买转券，而不需要消耗到宝石。当然那个礼包不是只有转券而已，里面还有包括一些加速 VIP 还有资源箱，从石料到黄金宝箱的价格都有。黄金宝箱给的转券最多，资源加速那些也是给的最多。下一个更新是让大家感到失望的外观商城。那外观商城其实他们推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主要是外观商城里面所卖的物品，在这个商城里面全部都是史诗级的皮肤，没有任何传说皮肤，而且是询问过客服了，他们不会增加登峰造极的皮肤在商店里面。但是我点开筛选功能的时候，依然还有保留着传说皮肤的筛选，所以有可能之后会推出传说皮肤。我会说有可能，就是因为就连精英优秀的等级筛选都有，但是我们的城市皮肤其实是没有优秀跟精英等级的。而且如果真的加入这个商店的话，应该也是比较迟一点。这个商店里面最大的问题，除了只有史诗皮肤之外，其实它的价格也是有点离谱。多数的皮肤都是需要用到5000个贝壳，但是有一些皮肤是限定的，原价需要用到8000个贝壳，就算是折扣了价格也需要用到6400个贝壳。除了城市主题之外，还有包括名牌头像框。我个人觉得头像框还算是比较值得买的，那个价格还可以接受。最后就是城市装饰，那我们回去看一下城市主题。像我前面所说的，如果你要购买一个史诗级的皮肤，需要用到5000个贝壳，又或者是6400，或者是8000个贝壳。那你们可以看到，如果你要花4600个贝壳呢，就需要用到100块马币左右，相当于25块美金左右了。那换算下来，其实这个城市主题的价格也蛮贵的。那史诗皮肤都已经价格了，是不是传说皮肤会更加夸张呢？我觉得传说皮肤有很大可能是史诗级皮肤的4倍，也就是说我们要花大概500块马币才可以买到传说皮肤，甚至更贵也说不定。虽然那个价格很离谱啊，不过还是要说那句啦，这个城市皮肤并不是强制性大家要去购买的，而且商店里面大部分东西呢都可以通过活动获得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到底值不值得去花钱购买。反正你问我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掏钱去买里面的东西的。不过之后推出传说皮肤，我就需要看有没有需求，我才会去购买。接下来在统帅界面的右上方有个按钮，点击之后，系统就会跟你说要怎样去搭配你的统帅，还会跟你们说如何去搭配，如何使用。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攻略不是很好，你们可以看那个司机推荐的搭配全部都是单体搭配，不管是司机搭配贝利还是查士丁尼搭配司机都是一样。霍去病的搭配就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我们看一下驻防统帅的话，他是如何推荐的。驻防统帅他居然推荐我用斜行阵而不是空行阵。那朗纳尔这边他还有另外一个搭配组合，就是用 CP 朗纳尔。但是这边的 CP 朗纳尔是领袖的朗纳尔，还有紫色的 CP。萨拉汀就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搭配铁木真。所以官方的攻略其实也不算是非常完整啊，还是需要一些主播推荐，又或者是玩家测试给一些想法。当你们选择一键应用的时候，它就会把你其他统帅的装备拆下来，然后装在你现在这个统帅上面。像我是没有步兵装备的，但是他有要求饰品，他就会把我其他统帅的饰品拆下来装在这边，还有包括我的军器也是一样。不过军器方面其实有点搞笑，他所推荐的军器呢全部都是专属。每一个全部都是专属。我想说谁不想要专属的，那问题是我没有这么多专属啊。下一个就是新的画质，没想到这一天还是来了，所有王国所有玩家登录游戏默认看到的就是新的画质。当然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你也可以去设置那边调整一下，你要变成旧的画质还是新的画质。再来在设置方面呢，就增加了2个新的按钮，就是之前有不少的观众投诉说，哇，王国号角很吵，失落之地的号角非常吵，尤其是在我们打架的时候会阻扰到我们。那如果你觉得很烦的话，你就可以来到设置这边，然后搜索关于号角的开启关启按钮。
这里有一个号角特效，如果你没有关闭的话，它是默认开启的。你记得，如果你觉得很烦的话，就要关掉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装备同步，就是打失落峡谷、日落峡谷的时候，你不想要那个装备跟着你失落之地的统帅装备变换的话，你就可以关闭。还增加了2位统帅的叙事，其中包括拜把尔，你们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包是真的很可爱，一个质疑的表情，另外一个是觉得冒冷汗的表情。当然还有包括我最喜欢的统帅萨拉丁，可以看到一个戴墨镜的，还有一个我在盯着你的表情。我是没有想到这2位统帅一推出就是动态的表情啊，原本还想着说可能会出静态的才出动态的。那如果有你们喜欢的统帅，记得投喂金苹果给他们。接下来是关于 KVK 的，之后会把清剿敌军给移除掉，然后增加了这个活动。这个是在我们 KVK 中期做的计算，这里就包括重伤了多少的 T4 部队、T5 部队，你击杀了多少的 T4 还有 T5 部队，还有你花了多少的食物、木材、石料还有金币去治疗，而不是只是计算击杀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战报可能都是1:1，然后重伤又比较多，治疗又比较多的话，你可以拿到比较高的排名。但是我看了一下奖励，好像不拿这个第1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因为它的奖励真的是非常烂。像是积分最少的奖励就可以拿到一个蓝色的材料，然后攻击力加成，一些资源加速。但就算是拿到最高的分数，也只是拿到一个紫色的材料，一个扩编资源加速而已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作用。那这里的奖励只要你达成分数之后就可以拿到，当然还有包括排名的奖励。但就算是排名的奖励，我也是觉得很少，你们自己看一下。他这里拿到的就是积分，这个积分是在失落之地商店里面购买东西的，洗炼石加速资源这几样东西而已。那失落之地的积分我觉得还可以用吧，可能可以去买一些图纸啊，或者是城市皮肤之类、金头之类的。但我觉得可以打到这么高排名的玩家应该都是不缺这些东西的吧。还有军团达标之后拿到的奖励呢，也是非常抠门的，就拿到资源加速，还有君王之石而已。接下来就是这一次的活动，7000宝石活动，就如我之前所猜测的一样。那活动内容基本上跟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所以这边就不详细介绍。还有包括这一次的皮肤，这一次的皮肤设计是很有独特的伊斯兰设计风格，骑兵防御力提升 5%， 还有采集速度提升 5%。那原本还有一个登峰造极皮肤的，不过在前不久官方发布了公告。那根据大多数玩家的反馈，就说到这个皮肤的设计问题啊，所以他们打算延迟了登峰造极的活动，在4月中旬。所以就如我之前所说的，这个皮肤真的太丑了。所以这个皮肤还没有推出就已经回炉重造了，这个比之前那个棺材皮肤还要更惨。最后的更新可能大家没有发现到，孔雀跟威廉偷偷的加入博物馆了，这个就连官方公告里面都没有提到。那孔雀提升的就包括骑兵攻击力提升 10%， 技能伤害提升 3%。至于威廉提升呢是反击伤害减免 3%， 主动技能伤害系数提升100点。我是觉得说威廉的提升有点可有可无的感觉，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威廉的技能给提升上去了，反正我现在还是有用到的，有提升好过没有提升。至于孔雀的话，它已经是个废物了，就不要去理它吧。还有新玛雅文明统帅西亚卡克也是进入了博物馆，技能伤害提升 10%， 普攻伤害减免提升 3%。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，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